小美人啊，哥哥走啊！不许，哥会疼爱你们的啊！大胆邪兵，竟敢残害无辜百姓！各位，我乃正道盟神剑宗长老陆明，此邪休已被我斩杀，大家都安全了。有了这些幸存者感恩戴德的信仰之力，距离突破金仙境便又近了一步。要是再有几个小娘子自愿做我侍妾与我双修，那更是妙哉。你作为正道修士，为什么不早点来救我们？这样我的项目就不会死。你跟那些学修一样，都是凶手，一样罪该万死。你还我项目命来！大胆行径，竟敢夺舍无辜村民，无上大剑阵，擎天巨剑术！不是，给我死！无辜村夫并被你诬陷成邪修夺舍。陆明，快醒醒，陆明！陆明！我这是遭天谴被打下界了。陆明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老娘都这么主动了，你不行就算了，竟然还装死啊！怪不得是陆家之耻，这钱谁爱挣谁挣吧，老娘不伺候了。陆家之耻，我吗？看来是原主的日子也不太好。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且看看此界的灵力如何。灵力稀薄的可怜，看来想要快速恢复我的修为，得想点别的辙才行。Leave me like you do, and darling, I'm calling. Lay me in my tomb. 嚯，还来！ Call me every day. Come break on the 我去，这腿比我命还长。对，玄凤之体，最适合双修的体质，仙界都难得一见，竟被我在凡界碰到。如此一来，小爷重返仙界，岂不是指日可待？怎么，又想吻我的脚啊？你做什么？你就是我的夫人林清雪。夫人，你叫我什么？纤纤作细步，精妙是无双。好腿呀，好腿呀！处子之香，何其芬芳！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？明明以前连直视我都不敢，难道是刚才受了刺激？夫人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咱们成婚已有5年之久，为何夫人仍是处子之身啊？你应该问问你自己，要不是你懦弱成器，爸妈又怎么会抱憾而终？陆家又怎么没落至此？原来这原主身为4大古武世家之一的独子，却因不具备武道天赋，导致性格懦弱，连带着那方面也不行，甚至对自己漂亮的夫人都只是有贼心没贼胆。
一个男人怎么能窝囊成这个样子？算了，我懒得跟你说。我在爸妈临终前承诺了他们，无论使用什么手段，一定要让陆家传宗接代。刚才那个你不喜欢，看看这4个吧。只要你能让他们4个的其中一个怀上陆家血脉，我就不管你了。以后你想怎么摆烂就怎么摆，我养着。啊！我的夫人亲自给我选妃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啊！我的夫人亲自给我选妃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这小姑娘就不错嘛。果然，齐妃，你的青梅竹马，性格善良，温柔可爱。陆明哥哥，好久不见呀！可惜呀，小了点儿。我已经不小了。我说的不是年纪。哎呀，陆明哥哥，你讨厌！明明以前面对异性连招呼都不敢打，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是开窍了？没选，装模作样，看你能撑到第几个。周可儿，你大学暗恋4年的白月光校花，温婉可人，知书达理，温柔明媚，清纯的像一朵小白花一样，真好啊！果然，男人最抗拒不了的就是白月光。陆同学，既然你喜欢我，那你为什么当初不跟我告白呢？要是你告白，或许我就答应你了呢。哎，无妨，日后再续前缘也说不定呢。陆同学，你比大学的时候幽默多了。还不选？苏媚儿，外语家教老师，海归来的高材生。外语好，外语好啊，这外语得学呀。果然，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生物，别窝囊废也不例外。小陆同学，你还记得这件旗袍吗？这是我第一次给你补课时穿的，当时你不小心把牛奶洒了一身，现在还有奶香味呢。不信你闻闻。哎，苏老师，淡定，淡定。原来喜欢这一款，倒也符合他闷骚社恐爱幻想的窝囊废性格。金月，你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，虽然家世嘛是差了些，但是身材和样貌配你都绰绰有余啊，真不错呀，尤其这双眼睛，可谓勾魂夺魄。选我吧，陆明，我还有你在工作中没见过的另一面。你选了我，我保证你不会失望。这该死的反差感太上头了。小陆同学，虽然我大你几岁，但年纪大懂得心疼人啊。陆明哥哥，你还记得那年暑假的大米湖畔吗？陆同学，停！我看出来了，你们个个都是人才，堪称人间极品。哎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呀？可惜你们都是肉体凡胎，要是在仙界，小爷全收了又何妨？可现在这副动不动就暴毙在床上的弱鸡身体，与你们双修非但无益，恐怕还得再死一次。陆明，我都调查过了，你对他们4个都有好感，都这个份上，你就别装模作样了，赶紧选吧。夫人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可惜呀，我是一个专情的好男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要我传宗接代可以，但必须是和你。他这是在调戏我，还是认真的？虽然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但好歹有了男人气魄。他要是早点这样，我又何必找外人回来？怎么样啊，夫人？双修之妙，其乐无穷，这说不定对你的武道修为也有裨益呢。
少在这说大话了，别到时候又跟以前一样，连我的床都不敢上。想让我信你？好啊，那你证明给我看啊！证明？好啊。不共气为阴阳，双修共动，共振循环。姐，我这里香姐姐。不愧是玄凤之体，只是口舌相交片刻，便使我一口气晋升到了炼气3层。怪不得那帮邪修热衷双修之人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恍惚之间竟有一种神为天地、忘乎所以的畅快感？甚至有一个瞬间，画境中期的瓶颈都出现了一丝松动。姐，这这什么事？姐夫，你小雅，哎，我跟你姐都老夫老妻的了，亲个嘴有什么可惊讶的？姐，陆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刚刚不是你让我给你证明？好啊，这么玩是吧？今天晚上洗干净了，来我房间，我陪你好好玩。啊，林小姐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拿钱走人。几位，要不留个联系方式？陆明，你这个渣男！林小姐还说你人老实话，我看你分明就是人老实话不多。今晚这早了点儿，不过我这便宜夫人倒是有点意思。知己知彼，方可百战不殆。先来探探我这夫人的深浅。你跟姐夫怎么突然就亲上了？小雅，你刚才说方家来消息了？是的，方老终于答应见你了。胡管家，夫人有何吩咐？备车去方家。好的，夫人，小人这就去准备。哎，姐，你不是要出去吗？这又是要去哪儿？哎，方老，方家家主方山月，当今武道唯一一位单进巅峰的高手，差一步就能迈入武道巅峰大宗师之境。看起来像是个大人物啊，就是不知道这凡界的武道，比起仙界的炼气筑基，甚至是金丹又如何呢？倒真有点好奇起来。姐，你在找什么东西啊？姐，这不是你的风绝玉佩吗？你拿它做什么？难道是你的身世有线索？你误会了，我是为了跟方老换取玄元香寿诀。换取玄元香寿诀，这不是方家的独门绝学吗？据说可以直接把武道修为让渡给别人，哪怕对方没有武道天赋。姐，你不会要把你的修为让渡给姐夫吧？不行，姐，你好不容易才修行到了化境，在4大世家的年轻一辈中也算是佼佼者了，你怎么能……小雅，我必须这么做，否则1个月之后的世家大比上，陆宁作为陆家唯一的血脉却无法上涨，陆家将名存实亡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可是这样的话，你的身世就再也没……不重要了，如果不是爸妈捡我回来，恐怕我早已冻死在大街上，还谈什么身世？我只知道我是陆家的儿媳，这就够了。姐，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也能感同身受了。自从姐姐收留我进陆家，在我心里，这辈子就只有姐姐你一个亲人了。
可是姐，你觉得姐夫真的能担起重振陆家的重任吗？我这夫人看起来冷若冰霜的，实则是个有情有义的良人。先前对我那般态度，实在是对原主失望透顶所致。这良人难遇，此番我意外下凡，却得遇良人，也算是上天待我不薄。既是天意，那我便好好珍惜。不过，要想把初次双修的功效发挥到极致，最好是突破筑基时再进行。看来得先炼制一些炼气丹，修行至炼气圆满才行。就是不知道这药材好不好做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手机？嘿，倒是有趣。喂，蔡爷。小明，你今天怎么还没来铺子里？是不是有事耽搁了？铺子？陆家所剩无几的产业之中，居然正好有一间药铺。吴管家，备车，我去趟药铺。抱歉，少爷，备不了。抱歉，少爷，备不了。备不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哈，您的车坏了，还没来得及修呢。坏了？这前2天还好好的嘛。少爷，您现在是搁自己家的药铺帮工呢，没必要开这么好的车。再说咱们家最近也不宽裕，古玩街离得也不远，我建议您就腿着去，还能省2个油钱。这个吴管家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还愣着干啥？这干活！哎，看来我这窝囊姐夫又要受气，好歹是一家人，要不还是帮他。吴新贵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，再说一次。他要做什么？我让你腿着去！哎呦，我的腿断了！是少爷，您竟然打断了吴管家的腿！陆明，你敢打我，我要告诉少夫人！一条看门狗，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。给老子道歉！一条看门狗，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。给老子道歉！这还是我那个窝囊姐夫吗？是，我不干了，我道歉，我错了。哎呀！带吴管家去医院看腿，算工伤，他开发票，我批条子。哎，对了，这最近家里也不宽裕，带吴管家去小诊所就行了。完事了，让吴管家自己腿着回来。哎呦！哎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薇姐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刚才看见了什么！我看见姐夫用铁锹把吴管家的腿给打断了，把管家的腿打断了。真把小爷当软柿子呀！不过这狗东西说的没错，这腿着去也不是不行。日行千里，疾行如风。是。唉，这虽然比不上正经的清真佛，不过也够用了。
管家的腿打断了。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人！钟叔，怎么回事？夫人，刚才好像有个人从车外超过去，一闪而过，像飞一样。钟叔，我们的车速至少有80迈，怎么可能被一个人超过？你一定是看花眼了。可是我刚才看着真的。夫人，你说会不会是什么武道高手，像传说中的大宗师？钟叔，大宗师也是人，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做到时速100公里。快开车吧，拜见方了，可不能迟到。好的，真是怪了。这地方倒是与仙界坊市有些相似。陆家眼下的情况，恐怕也没钱给我用以炼丹。要赚钱的话，这里倒是再适合不过了。明清陵墓，开！老物件还真不少。深紫色陵墓，这怕至少得有700-800年吧，应该能值不少。哎，老板，这瓶子多少钱？这个，小哥好眼光呀，这一看就是行家。哥，这可是正宗的宋朝青花瓷龙泉青花瓶，一口价80万。宋不宋朝的我不懂，但万物有灵且有岁，这瓶子的确是有800多年。我看呢，也就值个800块钱吧。成交啊！小兄弟，这瓶子800卖给你了，扫码吧。靠，给多了。行，800就800吧。那个老板啊，咱们这就一种支付方式嘛。哦，你说现金呀？也行，咱们现金也可以的。哎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们有没有那种就是我先把东西拿走，一会儿再回来付钱的支付方式？滚！我看你又急，有端滚多远！别再让老子看见你，再看见你，老子把你弄你！滚！姥姥的，老子堂堂一介真仙，竟然沦落至此，真是不丢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先找蔡姨借点钱吧。小胆量咒我，看老子不教训你！住手！陆明哥哥，陆明哥哥，陆明哥哥，我害怕。不怕不怕，有哥哥在。靠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窝囊废，终于来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欺负一个小姑娘？什么意思？这人给我装失忆呢！陆明，你家一小崽子刚给我把脉，竟然咒我快要死了。你小子作为陆家的家主，是不是应该赔偿点精神损失费？我说的是实话，这个大叔变好做事，口舌生疮，就是补益太过导致的失火抗上。如果不及时加以调理，不出7天就会有性命之忧。陆明，你听到了吧？老子没养过这小崽子吧？你这小丫头，小年纪，医术不错嘛。是我妈教的好。哎，你妈呢？怎么没在铺子里？陆明，你他妈有没有听老子说话？赶紧拿钱，否则老子连你一块揍！陆明，龙哥可已经突破了暗劲巅峰，一枪可以500斤之力。你可别不开眼了。我这小妹诊断的没错啊，我看你眼下五脏逆乱，气机被刑，说你能活7天，都算是安慰你了。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他道歉，再付个几万块钱的诊金，小爷我啊，说不定就大发善心，救你一条狗命。你他妈找死！
龙哥，这就是所谓的暗境巅峰，竟被一点粗浅的精神术吓个半死。难道我这练起3级的修为，在凡界已然是恐怖如斯了？还不带着你这废物龙哥赶紧滚！哎，吓到了吗？陆明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就连说话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就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你这小丫头鬼精鬼精的，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喜欢以前的陆明哥哥还是现在的？菜菜，妈妈，菜菜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是陆明哥哥保护了我。这就是原主母亲的小师妹蔡纯昭。记忆里，整个陆家好像只有这娘俩把原主当亲人对待。小明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伤着你？蔡姨，我没事儿，好着呢。别担心了，来喝点茶压压惊。我刚才出去取药材，可没出古玩街，就听有人说阿伦阿虎又来我们喜庆堂闹事儿了，这才赶紧折返回来。可刚走到门口，看见阿虎拖着阿龙离开了，阿龙好像是昏过去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他们自己补过头了，实火亢盛，所以他自己晕厥了。自己晕了？是啊，这还是菜菜这小丫头给诊断出来的呢。是。不过陆明哥哥也及时保护了我，今天陆明哥哥真的很勇敢。哎，小明，真是难为你了。不过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千万别逞强，能跑就跑。蔡爷，那2个人就是俩不入流的世家子弟。咱们陆家虽然不如以前了，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为什么不告诉清雪，让他处理？最近家里的糟心事儿一个接一个的，这种小事儿就别去烦清雪了。况且这2人的背后是分家的分燕寒，真闹大了，清雪也不好收场。封家，4大世家之一的封家。蔡爷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我们陆家的产业是不是有一大半都被封家趁机给瓜分了？没错，他2人就是分家的分燕寒派过来的，为的就是把我们这间喜庆堂也收入囊中。所以呀，我们更应该能忍则忍，不给他们留下借题发挥的机会。封家，封燕寒，别想了，小明。现在我们3个的任务就是尽全力经营好这间铺子，其他的呀，相信清雪会尽快处理好的。行，不想了。嘿嘿。啊，对了，蔡姨最近又给你配了几副药，你带回去喝了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你带回去熬着喝了，要是有效果的话。哎，蔡爷，怎么了？啊，这药就不用了。不过我最近在找几味药材，空青、玉泉、龙果，咱们这铺子里面有吗？这几味药材都是从数量极少的珍贵药材，以前咱倒是有一些，不过现在只有方家的神仙堂才有了。有就行。看来这方家确实有点实力啊。废话，那4大世家之首当然有实力了。你小子怎么今天奇奇怪怪的？啊，蔡姨，那个我想跟你借点钱，行吗？小明，咱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借不借的。只是你也知道，为了维持这间铺子，蔡姨的那点积蓄早都搭进去了，而你要的那些药材又太贵了。哎，你误会了，蔡姨，我就是想借个几千块钱而已。几千块啊？小兄弟果然够爽快啊！这龙泉御烟品啊，是你的了。没想到这傻小子还真拿钱回来了，老子今儿还真算是有点小运气。这傻小子还乐呢，不会真以为自己买到真品了吧？小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龙泉御烟品啊，它原本是一对儿。你手上这个呢是左皮儿，叫青如烟；它个右皮啊叫白如玉。如果说你再能把白如玉找回来，跟它凑成一对儿，那价格还得翻好几倍呢。这么厉害，可不是嘛？所以说你今天是捡了个大漏啊！胡老板，哟，方小姐、方少爷，还有古大师，这什么风把您3位吹过来了？方家的人
这可太巧了。听说您寻得了龙泉玉烟品的左瓶青如烟，正好前些日子我得了白如玉，正想寻青如烟凑齐一对给父亲当寿礼呢。这可真是巧上加巧。您说这也太不凑巧了，这青如烟呀，我刚买给这位小哥，恐怕您得跟他谈了。原主记忆中，此女乃是画境巅峰之境，几乎是江州年轻一辈武道第一人，感知气息确实要比我那便宜夫人强上一些。你是？哼，这个不是陆家之耻，陆明吗？剑尘，不得无礼。这小子倒是与我那夫人相差无几，武道境界应该是一样的。陆先生，好久不见。你好，方小姐，您是想要这花瓶？是的，如果是正品，我愿高价收购。陆先生可否借来一看？没问题。多谢。姐，我怕你是想多了吧？这东西要是真品的话，这胡老三怎么可能卖给这臭小子？胡老三，您自己说说，你卖了多少？也就卖了800块钱。瞧见了吧，姐？看看又如何？古大师，烦请您给长长眼。方小姐，这个瓶子是真品，是真品。不是，顾大师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就这一个破烂花瓶，怎么可能是真品？老夫几十年剑马生涯，何时看走过眼？方小姐，这个左瓶青如烟是真品无疑，市场价在500万左右，老夫可以为此鉴定结果负责。太好了，多谢古大师。方小姐哪里话，能为方小姐效劳是老夫的荣幸。哎，看来这胡老板真没骗我啊，还真是让我捡了个大漏。哎，行了，胡老三，您自己看走了眼，怪得了谁？陆先生，这只花瓶可否以800万的价格卖给我？800万！啊，老天爷，我找了什么钱？800！哎，行了，闭嘴，吵死了。800块秒变800万，你小姐算是走了狗屎运了。来不来？我给你转钱。抱歉啊，不卖。好小子，你这是明摆了要坐地起价呀！陆先生要是觉得价格太低，就开个价吧。方小姐误会了，我只是想以物换物罢了。以物换物？以物换物。此物名为凤诀玉佩，内含精纯的天地元气。方老，你应该知道此物的珍贵之处吧？天地元气。隔空取物，丹境巅峰的手段果然了得，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。说吧，你想换什么？玄元香寿诀。我明白了，你这丫头是想把自己的武道修为全都传给陆家小子，是也不是？是。你可知道？玄元香寿诀一旦施展，传功者此生将彻底沦为普通人，不仅永远无法再次踏入武道，而且下半辈子将饱受疾病缠身之苦。求方老成全。没想到你一个外星人，竟能对陆家做到如此地步。可陆家那小子是出了名的朽木废柴，当真值得你如此吗？价鸡随鸡，价狗随狗。更何况陆家与我有再造之恩，我的这点回报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你把你的修为全都传给陆家小子，他也未必能在大比之中进入前10。到时候陆家4大世家的位置一样会被取而代之。抱朴子那篇曾说过，非躬耕不以充饥，
未有不跟而过家和。其实小女子所做之事，与方老您种菜，并无二致。你这丫头，不仅有情有义，还是妙人。既然你如此决绝，那这个忙咱负当了。多谢方老。何必那么麻烦？怎么是这个渣子？陆家气数已尽，那陆明更是废物一个。你林清雪天赋过人，又何必牺牲自己去成全那个废物？风夜寒，陆明是我丈夫，更是陆家家主。你要是再敢在这出言不逊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不就是想报陆家对你的恩情吗？这样，你与陆明那个废物离婚，做老子的女人，我可以保证，在世家大比中饶那个废物。大言不惭！你竟已突破化境巅峰，达到了丹境初期。我不嫌弃你一个残花败柳之身，却如此不知好歹。你放肆！你们两个小辈眼里还有没有我家老爷？方老见谅。叶寒见过方老。风家二小子，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不见，竟能又有进境，甚至突破到了丹境初期。天道不假，小子只是侥幸突破而已。不错，果然英雄出少年。说吧，你来找我所为何事？小子是奉家父之命，前来与方老讨论1个月后的世家大比之事。哦，让你来谈。看来你父亲有意将家主之位传给你了。家父确实有意传位，不过想要服众，小子还需在大比中一举夺魁才行。看来你是志在必得了。眼下方小姐也是突破在即，谈何志在必得？只不过是想将某些德不配位的世家踢出4大世家之中，重铸世家荣光罢了。风夜寒，当初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没少帮扶你们风家，如今你们却恩将仇报，将陆家处处往死处上逼，你不觉得无耻吗？武道一途本就是适者生存，弱肉强食，谈何无耻？够了，风家小子，你去前厅等老夫。请吧，风少。清雪丫头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小姐，少爷，你们怎么突然来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吩咐？就是刚好路过，带新朋友进来喝口茶。陆先生，见过陆先生。哎，行了，这小子就是来坐地起价的，你还给他写上礼了？去，滚去泡茶去。方建成，你要是再这么无礼，就滚回家去练功。姐，我现在开始有礼，行了吧？陆先生别介意，请入座吧。陆先生，请坐吧。哇！建成，建成，没事吧？方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跟椅子打起来了？陆明，你他妈敢耍老子！方少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懂？那这椅子是怎么回事？椅子？这椅子怎么了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方少这是不欢迎我呀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就先告辞了。陆先生，请慢。建成年少不懂事，还望陆先生见谅。姐，都多大年纪了，还玩这种小孩子的把戏，自作自受。陆先生，我们直入主题吧。
你说要以物换物，是想换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几味药材。我当是什么？我们神仙堂最不缺的就是药材。陆先生直说吧。空青龙骨、玉泉蟾酥，各来2斤就行。哎，臭小子，你还说你不是坐地起价啊？你要的这几种都是存世量极少的珍贵药材，总价值都超过2000万了，你就想用一个500万的破瓶子交换？价值不对等吗？那这样，这古玩街啊有不少老物件，我指几件给方小姐，方小姐派人给买回来，就当补差价了。陆明，你出门吃错药了，你只不过是凭着狗屎运捡了个漏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古董大神了？18号摊的青色笔洗，3号摊的褐色扳指，9号摊系着蓝色丝带的古画，还有12号摊的3足铜鼎，这些都是老物件，且在小摊售卖，想来价格应该不高。方小姐，派人给买回来吧。陆明，你当是点菜呢？古大师这尊古董圈的真神在此，你真以为能够以假乱真啊？这是真是假，买回来不就知道了？哎，你们怎么都站着？程叔，去给这位陆先生买几件东西。买东西？姐，你还真信啊？哎，好，我亲自去买，行了吧？程叔，跟我走。哎，少爷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少爷，哎呀，坐，喝茶。这个陆明怎么和以往传闻中的不太一样？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买到陆先生所说的那几件东西了吗？买到了，都在这儿呢。看，姐，我看这小子就想用赝品来骗咱们的药材。古大师，你快看仔细了。方少放心，老夫定当仔细辨别。臭小子，一会儿老子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臭小子毛都没长齐，却一口一个老子，真当本尊没点脾气了。等一下，姐，你看到了吧？这臭小子怕了。陆明，死到临头才知道怕。我告诉你，晚了。陆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想跟方大少打个赌而已。打赌？好啊，老子看你耍什么花招。说吧，赌什么？很简单，如果这几件古董有1件是赝品，那我这花瓶就免费送给你；但如果全都是真品，那就劳烦方大少抡圆了自己的胳膊，抽自己几个耳光，再管我叫大哥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方少不敢？不敢，老子有什么不敢的？好，不过老子才不喜欢你这个破花瓶。你要是输了，同样自己打自己的耳光，见了老子嘴叫大哥。一言为定。胡闹！姐，你别管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古大师，快看看。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这幅明末的《西窗风雨图》是真品，是真品。古重山，你确定？在方小姐和方少面前，老夫岂敢有半句虚言？下一件，老子就不信了。宋代版汉朝玉扳指，真品。南宋时期双耳3足铜鼎也是真品。什么？最后一件，你看我干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方少，此乃赝行唐三彩笔洗，真品无疑。什么？方少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怎么想来账啊？行吧，就知道
姐，你别拦我，男人说话算话，约说。方建成，你记住，你姓方。方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你们方家要脸，我堂堂陆家家主，就活该被这方大少张口闭口称老子？陆先生误会了，建成不知礼数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为表歉意，我们只要进入烟花瓶，陆先生需要的药材和这几件古董可以尽数。此事到此为止，如何？这方家果然财大气粗啊！那既然如此，我也就退一步，我只要药材，还有这小铜鼎。至于方少的耳光就免了，不过大哥必须得交。你叫就叫，怕你不成？大哥，行了吧？嘿嘿嘿嘿嘿嘿，果然是大丈夫，说到做到，佩服佩服。那是老子，老弟我向来如此。不错，不错，臭小子，你别太得意，这一次是我来了，下一次我一定赢。你放心，大哥随时破费。陆先生，我们方家从不占他人便宜，这是1000万，密码是卡号后6位，就当我买下了这几件古董。至于药材，3日内我会派人如数送到府上。嘿嘿，巧了，我就喜欢占别人便宜。陆先生，您的头名。方小姐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老弟，大哥走了。这臭小子还来劲儿，真让人火大。让你做事不动脑筋，现在认了个出了名的窝囊废当大哥，满意了？姐，但是你不说我还真忘了，这臭小子我之前见过他几次，每次见了我连头都不敢抬，怎么今天像换了个人？对了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就突然伸到脚了？我就是看不惯这臭小子坐地起价，我寻思踢开椅子捉弄他去，可谁知道我这椅子像灌了铅一样。我一脚踢上去，像踢到铁板了，差点没疼死我。椅子像灌了铅一样。少爷说笑了，这就是咱家最普通的一把柚木椅子。您啊，可是画尽中期的武道高手，怎么踢这椅子像踢到铁板上了啊？哼，这。姐，怎么样？你也推不动吗？哎，姐，你没事吧？这灵力，是灵力，灵力。菊花味苦平。主风头眩肿疼，目欲脱，泪出皮肤。陆明哥哥，陆明哥哥，这串糖葫芦是给菜菜买的吗？那你有没有好好背书啊？背了，那就是给你的。谢谢哥哥。小明，不是说好这丫头1周只能吃1次糖葫芦吗？这才过了多久，怎么又给她买呀？妈妈，山楂煮消积食、散淤血、去条虫，最适合我这样的小孩子吃了。你这丫头还交上你妈我了，快去背书，背完才能吃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彩艺，给，这是还你的钱。还钱？这才过了多久啊？还钱？这才过了多久啊？而且咱都是一家人，这点钱说什么还不还的？哎呀，你就拿着吧。哼，这些年我跟你借了不少钱，也受了你不少照顾。这钱你拿着，给菜菜买点好吃的，再给自己买些衣服，买点化妆品，好好打扮打扮。
蔡姨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有什么好打扮的？这什么一把年纪？你这样貌和身段，说18岁也不会有人怀疑啊！你这臭小子胡说什么呢？这该不是跟清雪要的吧？这不行，现在家里这么困难，这我不能要。哎呀，这钱是我自己赚的。蔡姨，你相信我，要不了多久，咱们家就会有钱，而且可以重振往日的辉煌。小明，你可不能做什么傻事儿。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一定要告诉我。要是你不敢跟清雪说，哪怕蔡姨去替你说呢？蔡姨，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用啊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开玩笑的。啊，对了，蔡姨，我最近有些事情要忙，不能经常来这里，这铺子就拜托你了。要是觉得太累，就雇一个跑堂的伙计。哎，累什么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咱这铺子现在根本就没什么人来。你要是有事儿就先去忙吧，铺子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那好吧。哎呦，蔡姨，这小木剑你拿着，要是再有人来捣乱，你就用这小木剑劈他。这不就是古玩街随处可见的桃木剑吗？这能有什么用啊？这把可不一样，这是清雪找一个老道士求来的，这里面蕴含着五雷正法，配合口诀，能劈3次，一定要慎用。哟，清雪给的，那一定是好东西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慎用的。果然，我这个陆家家主跟自家夫人比起来，连个毛都不算。哎，也不用那么紧张，蔡姨，就是以防万一。我相信，今晚过后，大概率不会有人来捣乱的。小雅，哎，姐夫你回来了。小雅，你姐这是怎么了？看起来火气这么大，该不会被那个什么方老给欺负了？不是方老，那是谁？还能是谁？不就是那个混蛋风夜寒吗？又是那个风夜寒。夫人这是怎么了？火气这么大？我给你2个小时，2个小时之后来我房间找我。哎，夫人，你还没说去你房间做什么呢？你不是说要和我双修吗？夫人，这个事儿吧，其实……陆明，别逼我瞧不起你。不是你这……姐夫，姐姐也是为了你，为了咱们这个家呀，要不然你就勇敢一次吧。其实这方面吧，你姐夫我挺勇敢的，只不过这次的时机不太对。这种事我姐都这么主动了，你一个大男人还有什么时机啊？哎呀，算了，这跟你一个小姑娘说了你也不懂。姐夫，对了，小雅，你有没有这风艳寒的资料啊？风艳寒的资料？比如照片啊，或者生辰八字什么的。这风艳寒可是咱们漳州的风云人物，他的头衔可太多了，资料上网随便一搜就有呀。果然是科技改变生活呀！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哎，姐夫，你要他的资料做什么？替你姐出口气。姐夫，你可别做傻事儿啊！哎。
喂，姐。喂，小雅。姐，你不是在家吗？怎么给我打电话了？我有点事想问你。那我现在来你房间。哎，别，怎么姐？我就是想问你，你觉得你姐夫他喜欢女人穿什么样的睡衣啊？我就是想问你，你觉得你姐夫他喜欢女人穿什么样的睡衣啊？姐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呀？你真是……哎，小雅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算了，我就直说吧，我没什么男人喜欢的睡衣，你能不能借我一套？姐，你跟我姐夫一会儿……哎呀，总之这种事情你怎么能穿我的睡衣呢？况且我也没有那种睡衣呀。你说的也对，那要不这样吧，你现在就出门去帮我买几套回来。我去买吗？好吧，那你要什么款式？就所有款式。这个人惯，去！看来这炼气3层的修为，施展五雷镇元诀还是太勉强了点，即便是简化版，也差点被掏空了。风艳寒是吧？你我虽然还未曾谋面，但这初次见面礼，我就提前送给你了，好好享受吧。去吧。时间到了。我这夫人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可偏偏现在不是双休的最佳时机，这要是提前破功了，不行！我作为一个活了几十万年的男人，要是连这点定力都没有，那不是让人笑话？我靠！笑话人废物强，冲！问世间是否此生最高？或者夫人，夫人这是喝酒了？好看吗？好看。他这个眼神怎么像一头野兽？这还是那个窝囊的陆明吗？陆明，你今天……夫人，都坐下。我，快，拦住他！
亮涵，亮涵，怎么回事？车前要杀我！啊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快拦住他！快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谁破了那把剑，我奖谁1个亿！是，快点！小韩，这手下什么来历？阿兰又为何要杀你？我也不知道。怕是仙术。你说这什么？温伦山仙术。Sinking fast on the cold, pull me in, don't let go. On your mark, very sad. 老娘，要我？不行，凡界灵气稀薄，若是这么浪费了双修机会，或许永远都无法出界。可现在这个情况，我要是停下，以后在这个家岂不是永远都无法抬头了？陆明，你怎么停下了？难道你又跟之前一样不行了？哎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先闭上眼睛。一瓶神安。哦，老了的，差点就前功尽弃了。果然，女人只会影响小爷的修行速度。如此良业，正是休闲之时。妈的，狗屁昆仑仙！大哥，给我进来！好，杀老子！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！亮涵，儿子，亮涵，醒醒，儿子，醒醒！救护车，来人！救护车！儿子，哥哥起床啦！哥哥起床啦！是你这小丫头啊！哥哥，快起床，嫂嫂叫你起来吃饭呢。嫂嫂？哪个嫂嫂啊？当然是清雪嫂嫂啦！难道哥哥还有其他老婆？你嫂嫂什么时候醒的？不知道呀。昨晚修行一夜后疲惫入睡，之后一点意识都没了。我那夫人该不会趁我睡着？哥哥怎么了？妈妈，陆明哥哥醒了。好，乖，快吃饭吧。小明，快来吃饭。少爷好，我是新来的管家，我姓周，您叫我周管家就好。哎，那吴管家呢？吴新贵被我辞退了。辞了？辞得好啊！我跟你说，那老小子……蔡姨，我治好了，我先去集团了。哎，快去忙吧，工作的事儿千万别太累了。嫂嫂再见。恰恰再见。哎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倒也没什么事儿。什么情况？
昨晚才在一张床上睡的，怎么转头就跟陌生人似的？樊家的老婆都是这样的。小明，你是不是又惹清雪生气了？嘿，那没有，我们好着呢。我可不信，你要是没惹清雪，她能是那样吗？太医啊，你误会我了。不信你问小雅。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你这小丫头，昨天你不还鼓励我说你要有啊？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先去练功啦，拜拜。这丫头的反应怎么跟她姐反过来了？小明，我听说清雪给你介绍了好几个年轻姑娘，想让她们给你生孩子，这事儿真的假的？该不会昨天你说最近有事儿是这事儿吧？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，不过小明，蔡姨必须要提醒你一句，清雪这么做是为了陆家，为了大局，而你作为陆家男儿就不能这么对清雪，知不知道？放心吧，蔡姨啊，我当场就给他们拒绝了，我又不是那好色之徒。这还差不多。是啊，妈妈，哥哥不是那样的人。好你个小丫头，大人说话你还敢偷听？姐夫，蔡姨，你们快看，怎么了？着急忙慌的。今天的头条新闻：封家被神秘人血洗，封艳涵遭受重创，生死不明。是谁？是谁透露的消息？爸，这次事件蹊跷异常，我觉得很可能是有人故意在大比之前针对我们封家。查，一定要给我查出来！是。小韩，是我。爸，快告诉我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小韩，为父正在全力调查。眼下，你的第一要务是要把伤养好啊！剑呢？那把剑在哪儿？在拿剑。小韩，为父调查过了，这呀就是一把普通的桃木剑，这种款式卖的最多的就是在古玩街。古玩街？难道是方家？方家？不会吧？虽说古玩街大半都是方家的产业，但是方家向来和我们封家没有过节。再者，方老对我们的态度也……爸，你听我说，现如今我们封家势头正盛，我也突破了单进初期，难保方山月那个老狐狸不会把我们当成心腹大患。毕竟，除了方山月，还有谁能打倒昆仑山那条线？爷爷，怎么样？这椅子腿真的有灵力吗？觉不出来。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，那眼下灵力也该已散尽了。真的，绝对是真的。你不信我的话，你还不信我姐吗？千真万确，当时这把椅子重若千斤，我全力去提也提不动分毫，反倒是这把椅子爆发出类似灵力的力量，将我震开了。这倒是让我想到了你们曾祖父当年带回来的那把昆仑山秘典。你是说我们方家的镇族之宝？没错，里面记载了一些昆仑山仙术，其中有一门叫做玄罡镇物功的仙术，其效果倒是和你们所说如出一辙。仙术？那陆明连武道天赋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仙术嘛？爷爷，你说那个陆明会不会一直在藏珠？根据秘典里描述，此仙术只有筑基期大能方可施展，而从大宗师修为到筑基期，
至少也需要200年。可陆家那小子至今也不过30岁，长桌之术不合常理。那这椅子腿怎么解释？那陆明怎么可能会做到和仙术一样效果的？昨晚风艳寒的事儿，你们都听说了吧？当然听说了，这可是今天的大新闻。风家那枫叶寒，最近那小子黄的都没边儿了。这次终于吃了大亏，可算是大快人心。爷爷，你忽然提起此事，难道有什么猜想？昨天风艳寒来见我，正好遇到了陆家儿媳，无所顾忌的出言冒犯，两人甚至还动了手。结果风艳寒晚上回家就遭遇了飞剑袭杀。我知道了，那林清雪才是筑基高手，陆明的手段也肯定是他教的。你小子说话之前动动脑筋行不行？建成，别瞎说，认真听爷爷讲。不过你小子说的倒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同一天内2起仙术事件都和陆家有关，那这就不是简单的巧合了。爷爷，您的意思是陆家背后有高人指点？可是以陆家如今的能量，怎么会结识到如此厉害的人物？对，如果这个人本就是陆家之人呢？陆家之人，陆家血脉如今不就剩一个陆明了吗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姐夫，我知道不是你，我只是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。确实是个好消息啊。小雅，真的假的？什么样的人敢刺杀枫艳寒？千真万确，而且不是什么人，是一把剑。一把剑？而且是一把巴掌大小的桃木小剑。说是那把小木剑根本没人去使，冒着金光凌空飞行，追杀了枫叶寒一路。枫家的12高手一起出手，可都是没拦住他。小木剑嗖嗖嗖嗖一下，全部都解决了。最后一招险些要了枫叶寒半条命啊，可玄乎了。小明，你昨天……那什么，我吃好了，有点困了，我回去补个回笼觉去。蔡姨，你慢慢吃啊。不是，哎，你回来，我没说完呢。这要是被他们发现了，这事儿是我干的，还真不好解释，搞不好身份都得暴露了。眼下修为太低，不宜高调行事，还是先提升修为，至少到了筑基再说吧。即便这太一玄天功以修炼速度著称，可是到达了炼气4层之后，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看来啊，还是要辅以炼气丹提升速度才行。希望这个方大小姐能够早点把药材给我送过来。谁啊？是我。我这个夫人不会还不死心吗？这天天这么搞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？这不是坏小爷盗心吗？夫人，这么晚还没休息啊？跟我下楼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有话说。走。哎呀，这咱们都是老夫老妻的，有什么话直说就行，搞得我都有点害怕。你应该知道，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就是5年一度的世家大比了吧？知道。陆明，我们结婚5年，确实算得上老夫老妻。可你我心里都清楚，我们也就比陌生人要好一点罢了。但今天，
我就直说了。说。我想让你参加世家大比。然后呢？你不惊讶？哇！你想让我参加世家大比？可是你也知道，我就是个废柴呀。你是不是？算了，我就直说了。我想把我的武道修为让渡给你。啊！把修为让渡给我？对，化境中期的修为虽然不算太高，但在目前所有年轻一辈的世家子弟当中，也能排进前5了。只要你这1个月勤加练习陆家拳法，最后打进前10，我们陆家就依然是4大世家之一。那我要是没进怎么办啊？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你的心血？那既然如此，你直接出战岂不是更好？你是陆家唯一的血脉，只有你出战才能够服众。最后，哪怕没有打进前10，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可如果有我一个外姓人出战的话，无论最后结果如何，1年之内，陆家一定会尸骨无存。你懂了吗？懂了。行，那我答应。你先别急着。你说什么？你答应了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就这么答应了？你确定吗？如今已经是陆家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你一个外姓人都能做到这份上，我作为陆家的家主，要是再做缩头乌龟，那还算是个男人吗？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我先练拳，等到大比当天，你再给我让路修为，怎么样？我也是这样想。妥了，看来咱们俩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不完全一样。不完全一样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之所以要在1个月后把修为让渡给你，是想在这1个月内怀上你的孩子。让渡修为之后，我需要滋养元婴，3年内不能行房事，但可以静养保胎，所以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自然是为了保证双生的时机，从而一举助攻。陆明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选的我。这件事情我是这么想的，你看，这1个月的时间我得练拳吧，但是那方面的事儿吧，又很耗费男人的精力。这如果太频繁的话，我身体也吃不消。这万一到时候全没练好，那啥也没那啥上，那岂不是两空啊？我保证，等我练好拳，在大比前留出3天时间，咱们大战3天3夜。这你总满意了吧？陆明，你有病啊！什么叫我满意了吗？说的好像我很想跟你……算了，我不跟你说。那咱们就说定了。怎么样，小雅？我这拳法还行吗？太厉害了，姐夫！我才就演示了1遍就打得如此之好，你以前一定要偷偷练习，对吧？啊！这也叫好吗？我明明已经尽力在装笨的。少爷，有客登门。谁啊？方家大小姐方婉晴说是来给您送药材。方婉晴，你什么时候跟方家大小姐扯上关系了？还来亲自给你送药材？什么药材？是啊，这方家大小姐怎么还亲自上门给我送药材？我怎么知道呀？我是在问你呀，姐夫。明白了，恐怕问题应该出在了那把椅子上，甚至有可能联想到桃木剑，所以方婉晴才想来试探。不过他们无论如何
也不会想到我乃上界先下凡，不如就让他们接着想去吧。姐夫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周管家，你就跟方小姐说，我身体抱恙下不了床，替我把药材收了，再跟方小姐道谢就好。是。就给打发走了？那可是方婉晴，方家的大小姐，连姐姐都要礼敬3分的人物啊！当然知道她是谁。那你还如此怠慢？她是我1个月之后的对手。对手。放心吧，小雅，到时候我就用你教给我的拳法，把她给击败。姐夫，我刚刚好像不该夸你的。行，练拳吧。终于到了大圆满，接下来就是和我那便宜夫人双修，完成筑基。陆明，来的正是时候。夫人来了正好，快请进。你还记得3日之后是什么日子吗？记得，3日之后就是大日，是我为陆家夺回荣耀的时候。记得就好，上床吧。好嘞。你做什么？不是你说要上床吗？上床就上床，你脱衣服干嘛？这不脱衣服怎么上床？我说让你上床，是要传授功法给你。传功？传功？你以为是什么？我以为，嗨。陆明，之前是你亲口答应的，你现在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哎呀，愿意，当然愿意了。但是夫人，如果我说我有一种双人功法，也可以达到传功的目的，而且效果更好，你愿不愿意试试？你说你也有功法，而且效果更好？没错。好啊，那你说你有什么？两仪爆破，契合阴阳，双修共度，共振玄火。怎么回事？又是这种感觉，好奇妙，难以抵挡。陆明，之前明明是你一直不愿意，怎么现在又来招惹我？你错了。我错了。我并非不愿意与夫人同房，而是不愿意以所谓的传宗接代与夫人同房。你是林清雪，是我的夫人，不是陆家的工具。小雅姐姐，菜菜，你今天好漂亮呀！妈妈说我们今天要代表陆家出战，所以要穿得漂亮。你这丫头还真是努力，今天都要大比了，也不说给自己放天假。这次大比，姐姐非但没办法出战，反倒是让枫叶寒那个混蛋还顺利康复了。我当然要更努力一些，至少不会给姐姐丢脸。说到清雪，我正想问你呢，她已经带着小明输了3天的功，到现在还没出来，你说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不会的，姐姐做事向来周全，她心里一定有数。或许是这功法太过复杂吧。希望一切顺利吧，否则……这是什么？这是姐夫的房间。啊！放火！放火！好漂亮的烽火！好漂亮的烽火！陆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双修功法。双修功法？
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夫人，你的衣服。丹禁期可以隔空摄物，夫人应该知道吧？丹禁？你是说你现在有丹禁修为？不仅我有，夫人也一样。我的衣服在那边，还劳烦夫人帮我取过来。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是真的，陆明，你快告诉我，这是真的。千真万确，以后陆家不仅有夫人，还有我陆明。方老，你看眼下武是一道，可这陆家人仍未到场，我想怕是不会来了吧？姐，那小子不会真不来了吧？宁兄，您说呢？如此也好，反正今日陆家势必会被踢出4大家族之列。他们如果不来的话，也省了我们很多口舌。我们今日通过大比再重新确定4大家族，也就是了。看来这是人心所向的啊！方老，要不您就宣布大比开始吧。诸位，午时已到，我宣布，5年一度的世家大比正式开始。看着。陆家家主陆明，携陆家老小，同诸位同道致意。这陆家小子怎么全然变了个人一样？果然有了修为，就是不对，他似乎并无修为。原来如此，最终还是没能下定决心吗？可惜呀。这小子终于来了。见过陆家家主及诸位，请入座吧。小子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嘿，老弟，你管我叫什么？大哥。哎，夫人，这宁家家主宁风华你了解吗？我怎么没什么印象？宁风华在10年前生了场大病，之后宁家却变得很低调，鲜少露面。怎么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单纯好奇而已。有点意思，看来今天不至于太无聊了。既然世家都已到位，那老夫宣布，世家大比现在开始。陆家对阵封家。好，完了，这陆家也太倒霉了，首轮就碰到了枫叶寒这瘪犊子玩意儿。封家枫叶寒，出战！大家主，你们陆家打算派谁来应战呢？是你那愚蠢的妻子，还是你那可爱的小姨子？不如让他们2个一起上吧，正好老子也体验体验双飞的感觉。
这个风燕寒真是太可恶了。他们这是激将法，我们千万别上当了，只是第一轮而已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我们还是保留实力等下一轮吧。首战绝不能认输。夫人，从今以后由为夫给你打头阵。可你实战经验不足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是啊，小敏，你这才单进修为，这……哎呀，放心吧，我看风燕寒这小子大伤初愈，就是在强撑，我怎么着也能和他五五开。怎么是他？难道林丫头还是为他传了功？可我为何完全感应不到他体内的修为？看来林清雪人真把修为让渡给你，可你始终是一个废物。为了你这样一个废物，浪费掉自己大好的天赋，真是蠢得可以。你小子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他妈找死！二位，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。大比只在竞技，故而点到为止。自认不敌，认输即可，不得伤及性命。违者将被剥夺家族大比资格，是否明白？明白，明白。小敏加油，姐夫加油，哥哥加油！比斗现在开始。林清雪，老子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做老子的女人，今天就可以放这个废物一马。耶，哥哥赢了，哥哥真棒！吴子儿，老汉。不是说五五开吗？总监也太厉害了。看来风燕寒的确是重伤未愈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风燕寒可是单进高手啊，怎么会被陆明一掌打飞呢？好快的速度，就连老夫都没看清，怎么可能？难道真被我猜对了？那个200年前的陆家老祖回来了！大哥牛逼，牛逼，太牛逼了！姐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连我大哥的影子都没看到，被风燕寒一下就飞出去了。不对，这一拳绝对不止化境中期的修为。姐夫赢了，姐夫一拳就打败了风燕寒，太好了，我们陆家有救了。怎么样，夫人，解气了吗？陆明，你找死！住手！让开！我要给我儿报仇！同学，林公子只是昏死，陆明并未反悔，你却高喊着报仇，大杀上台，岂不把老夫放在眼里？陆明那一拳，分明就是偷袭！对，这废物就是偷袭，若不然，他有化境中期，怎么能打过我儿单进初期呀？同学，刚才的情景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分明是令公子自己轻敌大意，岂能算对手偷袭？方老，多谢您的公正。不过我这个人向来光明磊落，受不了别人污蔑。既然封家觉得我刚刚是偷袭成功的，想跟我切磋，那我就给他这次。好小子呀，方兄，你听到了吧？这是他自己在找死，不要再阻拦，再阻拦的话，休怪我翻脸不认人。陆明，虽然你现在也是单进初期，可你的实战经验远远比不过那个老家伙，你太糊涂了。夫人放心，有把握。你有什么把握？你听我的，你……陆明，
你确定要继续跟风兄交手？确定。比斗现在开始！拿命来！啊！小子，你爹已经昏迷了，这次不会再说我是偷袭了吧？你绝对不是化境中期，绝对不是！你到底什么境界？我姐夫现在可是单进初期。陆明怎么能是单进初期呢？他之前不是废柴一个吗？就是。陆小友，你当真是单进初期的修为？怎么说呢？差不多吧。这让老夫更加困惑了。即便陆夫人以玄元香寿诀为你传功，最多也不过化境中期而已。为何你会有单进初期的修为？不瞒方老，我们二人是用了一种二人一起修炼的陆家祖传功法，所以不仅陆明有单进修为，连我也达到了单进初期。什么功法这么厉害？太惊人了！陆家要崛起了！陆家竟然有如此厉害的功法！这是陆家祖传的秘法，此前连我也不知，所以够了！本座早就听不下去了。道友，终于忍不住了吗？哦，陆小友为何如此称呼您兄？方兄，这就是原因。修仙者，你真是修仙者！修仙者，你是修仙者！修仙者？不对，宁兄，你比老夫要小不少。我是看你长大的，你怎么会是修仙者？自然是被夺舍了。夺舍？真正的宁风华，恐怕在10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他必定是邪修。道友说的义正言辞，可你不也是夺舍吗？你也是？夫人误会啊，我可不是夺舍。难怪你突然性情大变，原来是你这个邪修杀死了陆明，强占了他的身体。就冤枉了夫人，我真不是邪修，我是天人开悟。天人开悟，一招看破往事之谜，开悟天人之志。虽然性情会有所改变，但我还是我，还是陆明。真的？当然了，夺舍是放弃自己的身体，从而侵占另外一个人身体，我可不是。好了好了，无论道友是开悟还是夺舍，在我眼里都没有区别。总之，你们这些在场的人都要成为我万魂幡里的养料。哈哈哈！爷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不会都要死了吧？不，昆仑山对修士有严令，绝不可伤害凡人，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修道中人，否则将会被昆仑山严惩。风兄，我看你这几十年的干饭算是白吃了。如果不是我早就被通缉，又怎么能够在小小的宁家隐忍了10几年呢？仙师，你能不能再次出手，把我爹跟叶寒救一救？风正南，你们方家竟与邪修勾结，你！蠢货，真以为本座是搞慈善的？原来风艳寒那小子是你治好的。
我说他怎么这么快就活蹦乱跳？要不是为了调出道友，我怎么会冒着被暴露的风险去治他呢？万幸啊，冒险还是值得的。有了道友的元神，我便可以突破到金丹，届时我便可以攻守一统，重回昆仑，报仇雪恨呀！陆明，你说你是什么天人开悟？那你算不算修仙者？对，陆小友啊，不，陆前辈，不知您现在是何修为？对，大哥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。我的修为，还是让我来告诉你们吧。他的修为是筑基初期，而我是圆满期。我说的对吗，陆大友？没错，都是筑基期，应该至少有的打吧。小子，你以为我们修士的境界和你们武者是一样的吗？这初期和圆满怎么能过招呢？本座告诉你，这筑基初期和筑基圆满期的差距，就像你爷爷这个江州武道第一人和对，和那个小丫头的差距，明白了吗？完了，这下必死无疑了。大姚，你是乖乖受死呢？我不信。小丫头，你不信什么？我不信你能打得过我哥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丫头乱说话的。不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让他说。那个瘪嘴，那骗子！你凭什么不信呢？因为我觉得我哥哥一点都不怕你。还是你这个小丫头了解你哥。到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？你是真不知道本座残忍之手段。道友，你错了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邪修。你现在憋了10几年，一定特别想宣泄，想享受杀戮的快感，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我当成猎物。你和那个小丫头是一样天真呐！那好，我就请你到我的万魂幡里来洗洗脑子。夫人放心，你们退后。万魂听诏，有名为土，江山引领。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翻来！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小邪修，你说的没错，这筑基之间确实有差距，不过不是我和你的差距，而是你和我的差距。荒谬！这个万魂幡是我以精血喂养，你以为你能夺得走吗？我现在命令你赶紧的还回来，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！你还命令上？我凭本事呢，凭什么还给你？你想要拿，自己过来。叶和，找死！喂，你们可都看见了，是他自己撞上来的，可不能怪我啊！多谢上仙救命之恩。哎，什么谢不谢的，都多余，都起来吧。方老，只是这大比，你看还比不比了？上仙折煞我等了。那我们陆家今日起即刻起，陆家就是江州4大之首。夫人，这结果你可还满意？也没有枉费咱们3天3夜的辛苦练功吧？方老，那就麻烦你留下来善后，3天后清雪登门拜访，咱们再商量后续事宜。不敢，3日后小老儿一定准时拜见陆家及陆夫人。那好吧，到时候带上方小姐啊，还有我这个小老弟，咱们一起喝喝茶，聊聊天。大哥，你是我亲大哥。那就回家吧，陆上仙。回家。耶，一起回家了。
转世灵光。怎么了？上仙有何吩咐？我操！这小子诈尸了！成功了！本尊转世成功了！这气息怎么这么熟悉？陆明，老贼，是你呀！不是为师。老贼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万魂听招，幽冥为徒，翻引千灵，血祭万空，起！邪道魂幡，且慢，看清楚，老夫的混沌转生诀早已圆满，眼下即使转生，也有筑基修。难道你想鱼死网破不成？哦，这样。好徒儿，为师就知道你拎得清。我当然拎得清，所以我现在就要杀你！孽徒，你敢！老贼，有什么话跟我的万魂幡说去吧！魂锁三阴，翻动九冥，杀！